15运开幕式上，优必选机器人刚把千年战国青铜勾调吹得余音绕梁，全球人形机器人圈就直接开启了冰火两重天的大戏。俄罗斯首款国产人形机器人 Ideal 的发布会，那叫一个意外翻车，直接把技术到底熟没熟的争议炒上热搜。反观深圳优必选工厂，数百台 Walker S2 排着队量产交付，震撼画面刷爆全网，简直是降维打击。这一冷一热的反差，不光暴露了人形机器人研发有多坑深难填，更把中国在这前沿赛道的领先优势直接焊死在大家眼前。只能说，有些差距真不是靠喊口号就能追上的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星球热点，国家大事从不缺席，舆论场中抽丝剥茧，聚焦独家中国资讯。点赞、订阅加小铃铛，带你用不一样的视角读懂中国故事。前几天，俄罗斯 Ideal 公司的首款国产人形机器人 Ideal 本来想靠着对话、情绪识别、离线处理这几个卖点出道即巅峰，结果发布会直接演成了大型翻车现场，主打一个期望有多高，尴尬就有多强。伴随着洛奇的激昂主题曲 ，Ideal 在工作人员的护送下踏上舞台，刚迈出2步就暴露了真实水平。步伐跟喝高了似的，踉跄不稳，活脱脱一个机器人版的拜登。更绝的是，他想抬手跟观众打个招呼，结果身体突然不受控，往前一扑，咣当一声重重砸在舞台上，金属碰撞的声响把现场的热烈气氛砸得稀碎。工作人员手忙脚乱上前搀扶，还不忘紧急拉上黑幕遮羞，火速把这位肇事机器人抬下台，好好的发布环节直接中道崩组。事后 Ideal 公司 CEO 急着挽尊，说这是校准出了小问题，强调机器人还在测试阶段，请多包涵。开发团队也赶紧补充，我们这机器人77%都是国产零件，有19个伺服电机，还能做表情呢，以后会接着升级国产化率，优化平衡系统和软件。但网友们可不吃这一套，调侃道，家里没老人的真能买回去，主打一个反向伺候。更多人直接戳穿，连发布会这种剧本杀级别的基础场景都稳不住，这技术成熟度怕不是还在幼儿园阶段。这场意外也算给行业提了个醒，人形机器人可不是堆堆零件，做做表情就完事儿。机械控制、平衡算法这些底层功夫不行，再花哨的功能也只是绣花枕头。就在 Ideal 翻车视频传播之际，2025年11月12日，优必选发布的量产交付视频引爆网络。大家现在看到的可不是什么科幻电影里的画面，而是中国机器人公司优必选最新发布的量产机器人预告视频。不得不说，这冲击感，你说它是机器人军团我都信。尤其是卷帘门背后一对人形机器人做出整齐划一的动作时，小编着实被震撼到了。关注星球热点的朋友肯定知道，优必选作为中国最早的人形机器人公司，也是中国第一家上市的人形机器人公司，小编一直比较期待它的表现。为什么？因为优必选人形机器人一直都在专注干活的能力，比如画面中演示的自主换电功能，就是为了保证在工厂里可以不间断的干活。这样的工业人形机器人就是冲着提高工厂生产力去的。大家都知道，工厂的自动化程度越高，生产力就越强。目前工厂的自动化主要依赖固定机械臂，但这类设备无法应对多变的生产场景，此时就需要灵活却难以自主作业的人工来补位。这也意味着工厂难以实现完全自动化，生产力最终会受人力局限。而画面中这些工业人形机器人，正是工厂自动化的最后一块拼图。它们能在工厂多变的场景中自主复刻人类的灵活操作，让工厂生产力得到彻底释放。届时，工厂的产品生产成本会大幅降低，消费者买到的商品价格也会更实惠。从这个角度来说，当下的人力劳动已经成了为生产力进一步提升的瓶颈。这批全能打工人 Walker S2 搭载52个自由度仿生躯体，搭配第4代工业级灵巧手，亚毫米级精细操作常态化，拧螺丝、搬物料、高精度质检等任务均可胜任。腰部正负162度灵活转动，配合2米每秒行走速度，能在工厂复杂空间穿梭。0至1.8米全空间内可搬运15公斤负载，完美适配人类工厂作业场景。感知层面 ，Walker S2 采用国内首个头部纯 RGB 双目视觉方案，
搭载深度学习双目深度估计算法， 1.5 米内深度误差小于等于正负6毫米，动态避障响应延迟低于40毫秒，可精准识别工厂内机械臂、物料架、叉车等障碍物，昏暗角落或杂乱生产线也能清晰感知并调整路线。自研的 Co-Agent 智能体技术和群脑网络 2.0 系统，使它既能独立完成任务规划、工具调用和异常处理，又能实现多台机器人协同作业，仿真环境下可支持1000台并发。自主换电技术作为 Workrise 2的核心优势，原创的双电池动力平衡技术实现同充同放，更换主电源时备份缓冲电源无缝衔接，还能防冲击电流和拉弧。标准化电池仓采用零件系分仓结构，电池兼具能源与结构功能，通过自定位加持可灵活切换工作模式。双臂协同精准换电技术借助本体定位精度和柔顺控制算法，可以实现电池与舱体毫米级对准。这项技术让 Workrise 2能7乘24小时不间断作业，打破了充电停机的行业瓶颈。值得一提的是，今年7月，优必选已中标密意汽车9051.15万元机器人采购项目，创下全球人形机器人企业单笔中标金额纪录。按规划，2025年优必选人形机器人产能可达1000台，年内交付500台；2026年计划交付数千台；2027年力争万台级交付。这些机器人将投入新能源汽车装配、3C 产品检测、智能物流分拣等领域，替代重复高强度人工劳动。小编觉得，此次 Workrise 2的量产交付是中国人形机器人产业爆发式增长的缩影。2022年世界机器人大会仅有3款人形机器人参展，2024年增至27款，全球超200家整机公司中，中国占80家。工信部2023年发布的人形机器人创新发展指导意见明确，2025年实现人形机器人批量生产，核心技术达国际先进水平。而优必选的量产交付正是中国兑现这一目标的关键一步，标志着机器人行业正式迈入了规模化场景的应用阶段。关于技术迭代、量产挑战与行业未来，优必选副总裁、研究院院长焦继超在一次专访中给出了深度解读。他表示，人形机器人产业正从单机自主迈向群体智能，这是工业场景演进的核心方向。优必选曾长期停留在舞台展示阶段，2016年央视春晚540台Alpha ES 机器人的整齐舞蹈爆火，但彼时机器人多为科技展品，难以转化为生产能力。焦继超坦言，人形机器人是跨学科无人区，融合机械工程、人工智能等多个领域，研发必须围绕真实场景需求迭代，因此优必选将工业场景确立为最先落地的方案。从2023年底起，优必选走访了国内20多家车厂和10余家工业客户，发现客户更看重机器人集群而非单台功能。单独作业时，机器人效率短期内难超工人。这一发现推动优必选调整方向，2025年3月开展全球首例多台、多场景、多任务协同实训，探索群体作业解决方案。谈及此次量产，焦继超表示，2025年作为人形机器人量产元年，优必选4月签订大型采购合同，7月创单笔中标纪录，量产交付稳步推进。但量产是技术需求与成本的平衡，只有让机器人真正发挥价值，客户愿意买单，才能实现量产闭环。众所周知，特斯拉擎天柱项目遭遇波折，原定2025年5000台量产的目标被延期，而核心问题集中在关节电机过热、零巧手载重不足、电池续航欠缺等硬件难题。因此，有分析师认为，人形机器人进入高速发展期可能要等到2026年甚至2028年，取决于头部企业技术突破进度。不过，焦继超却对行业前景充满信心，一家企业的短期战略修正不会影响整个产业进程。他表示，当前人形机器人在技术成熟度、产业链完整度和市场需求上已具备爆发式增长条件。2025年上半年，优必选营收6.21亿元，同比增长27.5%，毛利2.17亿元，同比增长17.3%。亏损4.4亿元，同比减亏18.5%，营收增长趋势明显。对于亏损问题，焦继超称，现阶段盈亏平衡不是首要目标，更关注交付和应用落地。
根据他的解释，随着交付规模扩大和技术迭代，单机成本会持续下降。按目前规划，盈亏平衡是必然结果。国际机器人协会数据显示，2021至2030年全球人形机器人市场规模年复合增长率达71%。高工机器人产业研究所预测，2030年市场规模将突破150亿美元。面对这片蓝海，微软、英伟达、软银等全球科技巨头纷纷入局，可以说目前的机器人赛道竞争非常激烈。而中国凭借扎实的技术积累、清晰的市场布局和稳健的量产步伐，在这场关乎未来的科技竞赛中，已经跑出了令人瞩目的加速度。科幻照进现实的故事才刚刚开篇，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。好啦，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如果你喜欢小编的影片，还请大家多多点赞转发，让更多的人一起见证中国进步。关注我的频道，这样既能回顾往期视频，又不会错过之后的精彩内容。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。